很早之前我就有想过手机型号什么时候能破100，诺基亚之后几乎是不太可能了，苹果、三星希望能活到那一天吧。那现在最先冲线的就是它 ，vivo X100。这台蓝色的 X100 Pro 透着光去看就有点星河的感觉了。素皮的 X100是那种一层一层的横向纹路，倒是有点像那种汽车内饰，摸起来是挺舒服的。注意到的小伙伴可能就已经注意到了 ，Pro 的后面是上下不对称的，标准版直接给你来一个左右不对称，就硬玩是吧？看看这硕大的模组啊，就知道肯定不简单。好，咱们直接进正题。vivo 的1英寸已经算是第2代了，友商看起来暂时是不玩了，这不就有意思了？现在主打拍照的手机，长焦的硬实力一般都很不错，清晰是最起码的。但是长焦和主摄之间裁切的画质呢？之前 iPhone 15 Pro Max 不就闹得很凶吗？1倍、2倍看得很清楚，3倍、4倍直接近视眼，有多差呢？用没有长焦的 iPhone 拍过 PPT 的应该都知道。vivo 原本的超分辨率算法就很强了，现在 X100 Pro 一试更是离谱。那你能看得出来哪个是光学变焦出来的，哪个是数码变焦的？你说这么夸张的超分算法，要是给了后面这一颗4.3倍长焦，没错，更强了。举一个例子啊，我用20倍来拍这个毛绒玩具，小米是这样的，绿厂是这样的，而 X100 Pro 是这样的，甚至连鼻子上面的缝线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甚至能站在房间的门口，看到小伙伴的屏幕在打英雄联盟，还买了暗夜收割者。而且这一次的长焦对焦距离还不到20厘米啊，半个巴掌大的泡泡玛特长焦能给它拍一个大头贴。如果再配合上前面夸张的超分辨率算法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看起来好像一般是吧？但是这个子弹其实是金克斯的小挂件，只有这么大。难道这一次长焦是真成了？这个算法的清晰度，感觉以后替代主摄到长焦之间的光学镜头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啊。估计 vivo 也是对这一次的算法足够自信，猜猜他们整了个啥活？他们把人像模式里面的各种设置都释放出来了。就比如说我要拍一个这个光斑的效果，以前就只能用21:9的画幅，虽然好看，但这比例的照片就不一定实用，一下子就积累起来了。现在你可以单独组合想要的效果，甚至把一堆焦段也融入进来，让你自己选择。打开人像模式一看，好家伙，下面一排，这里面除了100是真的镜头，其他都是用算法超分辨率模拟出来的。Only Apple can do， 谁不会呀？标准焦距不是更专业？而且啊，你看这个85毫米的效果，我不说，谁会想得到这是用1倍镜头算出来的？相机界面也有一些降低使用门槛的小改动。你看哦，现在它是1倍，我按一下呢，它就可以到28，再按一下，哎，熟不熟悉？35毫米的焦段，那我再点一下2倍，它就到46了，再点一下它就到50了，哎，甚至它还可以100毫米，135毫米。这种改动调焦段也是真的超级方便，尤其是现在的摄像头啊，从1倍到4.3倍，中间就只有一个2倍，那这一长段它就空出来了，现在中间的空隙就被填上去了。以前你只能这样去用，现在呢？是不是还挺好使的？就是现在档位还是不够多，如果能把85毫米的焦段也放进来，50、85、100基本都不用滑动了。为了让你能够多用这一颗长焦 ，vivo 真的很努力。还记得上面聊的足够清晰的算法，融入其他模式，更多使用的场景，甚至是更容易操作的变焦。看似 vivo 只是堆了很多卖点，但我觉得 vivo 的思路其实非常的清晰啊，就是把一颗原本只能拍4.3倍的定焦镜头变成了变焦镜头，从18厘米拍到几乎无限远。甚至远到太阳，不像月亮上面有嫦娥、有沈腾、有豆豆坑这些细节，太阳上只有黑子。因为日落场景的光比非常大，就很容易翻车。太阳拍出来了，背景可能就没了；环境保全一些，太阳颜色又不一定对了。这个效果就还不错，这几张就很能透出夕阳余晖的感觉，就好像听到了下课的铃声。小小总结一下哦，拍得清晰，用起来方便，听起来确实很像。那最后的效果呢？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用过 vivo， 你觉得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如果要我说的话，应该是 vivo 那些非常明显的风格化和非常手机的调色。我自己用 vivo 的时候根本不会纠结，直接用默认的鲜明模式，基本上它的倾向就是非常讨喜。HDR 很暴力，在大家都追求质感和暗调的时候，倒算是被迫当了一回特殊。而且 vivo 的相机模式也很多，真的很多。星空模式就拍出了这样的照片，好看。啊，对了，这里还有一个好玩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刚刚拍摄的图片的水印，这是我，这也是我，这还是我。这回的水印居然可以自定义，要触碰屏手写，多少有点别扭吧？所以 vivo 居然弄了一个图片提取。
手写签个名，用相机拍一张。哎，它就可以了，还可以选中相册里面的图片，自动生成，把你的头给印上去。现在录像有一个新的电影人像模式，是安卓里头一个跟苹果一样能够追踪焦点、切换焦点的机型，也都能在拍完之后再在相册里面编辑焦点。这个还不算啥，对吧 ？vivo 在这个模式里面居然还能加美颜效果，4K 30帧下一样能实时美白。其实除了拍照，蓝场的系统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。之前的 Orange OS 自定义程度确实超级丰富，但是总让人下不了手。Orange OS 4也算是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变得更加接地气了。来考考你们 ，Orange OS 3里面这个和这个到底哪个才是性能模式呢？设计确实是好看的，但没有引导，啥功能是啥功能，我不知道啊。到了这代 Orange OS 4，现在打开文字描述，直观了不少。好，久等了，原神启动。X100和X100 Pro 这是首发联发科的旗舰，天玑9300。我们直接看一下标准版 X100，性能模式下关闭超分插帧，开最高画质，跑半小时须弥城，基本能跑在59帧以上，温度最高的地方大概有38.6度。当然，这也有可能是素皮的因素啊。如果是其他颜色或者是背盖，散热应该会更好一些。可这还没开插帧呢，如果在支持的游戏里面打开，体验可能会更好。蓝场和发哥这波合作还是稳的。总的来说，这一次的 X100系列我还是挺喜欢的。手感上，虽然这一次镜头模组增大，重量反而分布得更均匀了，手指也刚好可以搭在镜头的框框上。现在曲面的屏幕，圆润的过渡中框，滑溜溜的后感，如果不贴膜的话，一体性还是挺强的，闭上眼睛都有点分不清正反面了。兼容大数据模型的 Orange OS 4也很有意思 ，vivo 肯定是很满意的哦，甚至还给自己打了满分。但我的超声波指纹呢？所以嘛，就好像小升初，100分的满分就会变成120分，高中呢又要变成150分，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。希望之后 vivo 可以搞出更多好玩的产品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